那个框框常常都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。但是我要开始带着你学习跳出那个框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，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。在这边想跟你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这一阵子我们期中考刚刚才结束，然后考完了之后呢，那一天还剩下一些时间，我就突然做了个决定，请每一位同学把书本讲义全部盖起来，考卷交了之后，报告做完了之后，把东西全部收起来。我转过身来对同学说，今天换你们来问老师。这些日子老师问了你们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现在由你们来问老师，没有任何的主题限制，任何事情只要你们想得到尽管问，我能回答的我尽我力量回答，我回答不出来的我们一起去 Google 然后当我跟同学讲完了这个之后，我继续跟他们讲，我说其实问问题也是一门学问，也是一种艺术，只要你们愿意问，我真的希望你们来提出问题。因为我常常发现在国内的课堂里面，同学特别的害羞，常常不敢问问题，尤其学生跟老师之间好像总是那种感觉，然后距离很远。我们也犯过很多的错，只不过我们年龄稍微比较大一点，把一些过去的专业的经验啊，或是人生走过的经验跟年轻的同学分享而已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进步到这个阶段，都是因为前面年长的人把他们的经验累积，然后下来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整个人类可以进步，一直不断的往前走。所以呢，我不过把我人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这些年轻的学生们。大概隔了20秒、30秒，班上的同学还是非常的安静。突然之间，有一位女同学很害羞的慢慢举起她的手，她说，老师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要坚持做到最完美，但我感觉好累哦，我这样做有不对吗？他的最后那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？从他的口气里面，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可能得罪了周边一些朋友，或是让同学跟他合作的同学很难相处。让我想起我周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他是台大、政大、清大那种典型最优秀的学生，出国留学也是到一流的大学去留学，是典型的一级的资优人才，事业非常有成就，做任何事情都是准备了完全最完美，出门也一定要端庄有礼，家里面布置的非常漂亮，一点都不马虎，一看就是一个超级的完美主义者。但我们认识他的人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活得好累好累，不但他自己活得好累，她的老公、她的家人都一样活得很累。不瞒你说，老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追求完美，我们怎么能做出最好的音乐出来？这一点我非常的懂。但是
允许我跟你分享一个最大的秘密，就是只有在一些瑕疵的里面，那个完美才会呈现出来。每一次当我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跟那个制作人讲说，我可以做得更好，可以做得更好。但正在这个时候，常常制作人说 Cut David 够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子。因为你要的就是那一点点的瑕疵，那个瑕疵就是衬托起其他那些不完美的地方，那个整个最完美的地方才会呈现得出来。我们在音乐这个制作的领域里面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当我们要做混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把歌手赶出去，我们不会让歌手参与混音。制作人就跟工程师在这边工作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当歌手坐在旁边，他总是会讲说，哎，这个走音了，这个不对，我可以做得更好，永远做不完。所以呢，我们永远都会让这个歌手在门口外面不准进来。其实要唱准音太容易了，我们有很多的专业的歌手，我们称他为 studio singer， 专门在录音室里面帮人家唱和音的。他们唱音的准确，跟他们合音，然后他们各种风格，他们随时马上就可以给你。我也曾经制作一些古典音乐的歌手，他们自我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，尤其是他们唱那个高音的时候啊，他们每一个音啊都要求的非常严格。当我跟他们制作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歌手有的时候带到外面，跟他们一起散步个5分钟、10分钟，然后再带他们进来录音室里面，然后再录。当我让他们出去走了一下子再回来，当他们全部放松的时候，他们录出来的效果，哇，超棒的！你真的想一想，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，有真的是最完美吗？你不用多说，你就看看你旁边那个同学，他长的样子就看得出来他是不是最完美。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笑起来了。各位同学，其实学习放松，在最急的时候放慢你的角度，在最乱的时候退一步，冷却一下，事缓则圆，冷静退后一下，笑一笑，然后这个时候人生的魅力就开始出现了。这个时候我决定做一件事情，我决定走到刚刚这位女生同学的旁边，我跟这位同学说，老师要带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有任何不妥，请你多多原谅。我抓住他的肩膀，我跟他说，跟老师一起讲 fuck it， 我带他讲一遍，再讲第二遍 fuck it， 再讲第二遍 fuck it。 当我讲完的时候，全班同学全部都在鼓掌。我跟这位同学说，触犯的地方请你多多包容，但是我要开始带着你学习跳出那个框框。那个框框常常都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。你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，值得骄傲，值得赞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责怪我们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当你尽力了之后，就看开放下。我自己本人在47岁的时候也第2度的离婚了，我也搞砸了，我也很努力，但是我也搞砸了。当我走过第2次离婚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非常令我尊重的一位电台的主持人，他姓林。当他刚跟我私下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今天在这边跟你一起分享。这位林主持人说，
如何在这个完美与放过自己之间，重要的是去抓到一个 balance， 一个最好的均衡点。过度的完美或是过度的放纵都不很健康，但是在过度的完美跟过度的放纵之间，如何找到那个 balance， 那个均衡点，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，由你自己去拿捏。我在下课之前，我留一个想法给各位，你想一想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常常都是成绩 B 的同学都成为成绩 A 的同学的老板，原因 why？ 这个答案我不给你，你自己去想一想，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一个礼拜见。但是结束之前，学习如何放下，退一步，然后在两者之间，完美与放下之间，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 balance。永远记住哦，有时候在瑕疵之中，那个完美才可以呈现得出来。当全部都是完美的时候，我给它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 plastic 塑胶。所以尝试的在瑕疵与完美之间去抓出那个 balance， 那个均衡，适合你的。 OK，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，拜拜。